女儿的肾源被妻子白月光滥用职权，让给了别人。得知此事的我，把妻子白月光暴揍了一顿，让他把肾源转回来。而妻子却是云淡风轻地说，他抢不到这个肾源，是他没有这个福分。又不是说没了这个肾源，他马上就死了。可他不知道，当天晚上，女儿因为肾衰竭被转去市医院，最终不治身亡，而他却在陪白月光的父母逛街。后来他在街头抓住我的领子质问：“你是不是把女儿藏起来了？”我拍掉他的手，淡然道：“在你任由他抢走你女儿肾源那天，他就死了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安慰好要手术的女儿后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2年，我无比期待这一刻的出现。被病痛折磨了2年的女儿也是如此。可当我经过护士站的时候，听到了让我不可置信的一个信息：你们听说没有？那个宋医师把刚来的肾源转给别人了。就是可惜那个小女孩了。住院2年，好不容易看到曙光，那也没办法呀。谁叫那个宋医师背后有柳院长撑着？我如坠冰窟，亦步亦趋去到护士站旁边。几个护士面面相觑，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，赶紧住嘴。我颤抖着嘴唇，思忖着道：“你们说的那个肾源，是下午6点通知的那个吗？”我狠狠抓着手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只能祈求希望发生，可没能如愿。就是那个呀，要不然还能是哪个？我看你有点眼熟，我不分昼夜地待在医院，怎么能不眼熟？我只是不可置信，怎么嘴里听起来那么荒谬绝伦的话，却都是真的呢？好不容易等来的肾源，我再三叮嘱祈求妻子帮我盯着的肾源，就这么下落不明了。我直接找到他们口中的宋医师宋嘉文，妻子的白月光，上去就是一拳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一脚把他踢倒在地，直到宋嘉文看到我的脸，才怒骂出声。没骂几句，又换了语气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那个女孩她也很可怜。你不能因为你女儿也得病了，就让别人放弃生命吧。我是医生，不是慈善家，可他别忘了，在这个医院，第一个登记肾源需求单的是我，滥用职权的不是我，藐视人伦道德的更不是我。”我用尽此生最粗鄙的话去咒骂他，然而在下一秒，咒骂声戛然而止，我被蜂拥而至的护士医生推倒在地，一群人厌恶至极看着我，嘴里满是对我的埋怨，仿佛做错事的人真的是我，而我只不过是想保护我的女儿啊！猝不及防间，我对上柳如烟的眼，是那样的疏离冷漠，我心下一紧，但还是带着不容置喙的念头，毕竟那是我们的女儿啊，她总不会任由我们的女儿被欺负吧？怎么还打人啊？这个人怕不是有神经病吧？医院里有这种人太恐怖了，赶紧报警。听说是没得到肾源拿宋医师出气呢，也就咱们宋医师脾气好不还手。我捏紧拳头，带着希冀看向柳如烟，然而她却不动声色避开了我，满脸担忧扶起地上的宋嘉文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冷漠道：“知道他有神经病还不报警，等着挨处分吗？”我可没有宋医生这么好脾气，我怔愣看着他，心里惴惴不安起来。我不能被当作精神病被带走，我被带走了，女儿怎么办？于是我道明情况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不敢说明我和他的关系，因为他滥用职权，偷走了我女儿的肾源。然而下一秒他说的话几乎要叫我落荒而逃，他抢不到这个肾源，是他没有这个福分，又不是说没了这个肾源他马上就死了。恍惚间，我眼睛酸涩，看向他的时候只觉得陌生，
他竟是这样恨我，连带着恨起了女儿，还不报警。他像是催促一般，向身后的护士说了声，眼神犀利冷漠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又在等我妥协了，他就是喜欢看我无计可施的狼狈模样，就是喜欢通过伤害我来给他的宋嘉文谋求安慰。在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下，我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。我想这次女儿的命比尊严重要。扑通一声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了下来。曾经我是受人敬仰、受人爱戴的大学教授，那时候尊严在我面前无比重要。可现在就算是被他放在脚底践踏，只要他能放过我，我都能感恩戴德。谁叫被爱的不是我，可受制于人的又是我呢？错的是我，承受病痛折磨的不应该是女儿。我给你跪下了，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精神病。旋即在他脸上蔓延开来戏谑玩弄的神情。就当我以为他要放过我的时候，他轻飘飘说了一句：瞧，他开始说疯话了。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我心里还记挂着女儿，别人都有护士陪同照顾，只有女儿没有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一夜就让一切天翻地覆。在我解决掉一切，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却发现女儿已经昏迷了。等到着急忙慌赶到是医院的时候，女儿已经失去了心跳。我看着女儿面黄肌瘦羸弱的身躯静静躺在病床上，心里痛苦不已。可我再痛，女儿也不会醒过来。失落、痛苦、焦虑、惆怅交错杂糅，心里的内疚蔓延开来。如果我有能力替女儿争取肾源就好了，那至少她不会。我紧紧握着女儿的小手，好怕下一秒就会慢慢变得冰冷。但我拦不住女儿手的冰冷，就像当初留不住那个好不容易等来的肾源那样。直到收到宋嘉文发来的消息，我如坠冰窖，再也忍不住打电话过去质问柳如烟。柳如烟，女儿真的死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那边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笑声，直到笑声渐平，他才不急不忙道：没必要录之名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信，就算女儿真的死了，也是拜你所赐，谁叫你那么没用？一阵嘟嘟声将我唤醒，我如梦初醒，是我没用，是我没用，才让女儿陷入这种两难境地。当我给女儿整理病号服的时候，摸到女儿口袋里塞了张东西，打开一看，是张字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爸爸，我太疼了，如果做手术要花很多钱的话，绵绵可以先去下面等你的。被柳如烟挖苦我没哭，被宋嘉文针对添油加醋我没哭，被他们不分黑白误会我没哭。可看到这张字条，我泪如雨下，内心的悲伤如暴风骤雨，永不停歇。对不起女儿，是爸爸太没用。如果我早一点看出柳如烟的心狠手辣，早一点对柳如烟死心，不再高估柳如烟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感情的话，或许你不会这么狼狈无助。我真的错了。可当看到屏幕上宋嘉文这3个字的时候，心里顿时泛起一望无垠的恨。明明是你错了，可凭什么受伤的是我们？落荒而逃后，我傻站在公司楼下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没了女儿，就像没了重心骨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去了医院。女儿还有东西留在那里，却没想到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——宋嘉文。他似乎和那个抢走我女儿肾源的女孩很熟悉，亲密的关系让我有些措手不及。可更多的是愤怒，愤怒过后是悲伤。柳如烟，如果你知道你偏袒的宋嘉文是这个样子，你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呢？我想我不应该这么颓废下去。于是我回到了那个许久不曾踏足的家，说是家，但待得最久的
就是我和女儿，因为闹离婚，柳如烟搬出去了。到女儿4岁，检查出丧失肾脏功能，需要换肾。我和女儿也搬了出去，家变得空落落。但是我想，这里有很多女儿的东西，也许这样我才不会觉得女儿已经离开我了。还没到门口，陷入眼帘的就是堆在门口乱七八糟的垃圾，还有女儿和我的东西。我狂奔过去，从房东手里抢过女儿的东西。他大惊失色，反应过来，铺天盖地的咒骂便落了下来。你是谁呀？这东西是柳小姐丢出来的，说有想要的东西自己拿。说罢，他上下打量我一眼，摇头叹息道：抢东西也要讲一个先来后到吧，真是没规矩。什么时候拿回自己的东西也叫没规矩了？柳小姐，也就是说柳如烟也在吗？画壁里面传来一阵嬉闹的声音。我看着他们纠缠在一起的两副身体，只觉得刺眼恶心。我女儿尸骨未寒，他们却在这里卿卿我我。柳如烟她不配当母亲，你为什么要把女儿的东西丢出来？我猩红着眼，紧握着拳头道：我怕下一秒会忍不住一拳打过去。柳如烟脸上酡红未散，看我时脸上挂着似有若无的笑意。你觉得这里的东西他哪个用得着？就算是有用得着的，你再给他买不就行了？放在这里还占地。他云淡风轻的语气，好似女儿与他无关，可当初是他信誓旦旦立下誓言，要和我一起好好把女儿抚养长大。怎么宋嘉文一回来就天差地别了？誓言原来这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戳破，但他和宋嘉文的誓言，他却坚守了12年。当初宋嘉文出国前和柳如烟说，以后后悔了再找他，他会原谅他吗？那时柳如烟说着违心话，送走了宋嘉文。但是后来宋嘉文回来，他却通红着眼问，可以回到从前吗？原来被爱真的有恃无恐。这时宋嘉文一脸歉意说道：明哥是我拜托如烟给我找个房子的，你不要怪他，如果打扰到你们的话，我就搬出去住吧。说罢，他装腔作势的真要走。走什么走？要走也是他走。一个什么都要依靠女人的男人，留在这个家里，我都觉得恶心。难熬的折磨将我层层包裹，我像是被抽去所有力气，淡然道：既然你这么恶心我，那就离婚吧，你就再也不用见到我了。离婚可以，女儿跟我不可能把女儿让给他。我也没再重复女儿死了的话，毕竟他不会信。他对女儿也是真的不在乎，只要他去打听17床，只要他哪怕去看一次女儿的病房，他就会发现女儿已经不在了。但他没有。那天我收拾了女儿的一些东西，失魂落魄离开了住了10几年的地方，目的没给女儿买到好的，所以我暂且把女儿安置在了出租屋里，旁边摆满了她爱吃的巧克力。我抚了抚女儿笑得灿烂的一照，悲从中来，以前爸爸不让你吃，现在你可以吃个够。我去见了那个女孩，她很有礼貌，甜甜地叫我叔叔。然而我的心灵并没得到抚慰，明明我女儿也可以正常生活的。叔叔，你是爸爸的朋友吗？一开口让我呆如木雕。爸爸，我瞪大双眼，尽量平复情绪，重复道：你爸爸是谁？他有些惊诧，但还是如实回答：宋嘉文。叔叔，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吗？猝然间，浓重的精疲力尽让我缴械投降，更大的愤怒接踵而来。这就是他说的没有滥用职权吗？这就是他说的他是医生，不是慈善家吗？真相来得太过突然，真相太过苍白，苍白到我不愿意相信是真的。女孩茫然无措，摸摸我的手背，试着安慰道：叔叔的女儿也是和我一样得了这个病吗？
我摇摇头，不知作何感想。确确实实，女儿现在没有得病。忽然，门被猛地打开，柳如烟冲了进来，宋嘉文一拳揍了过来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宋嘉文猩红着眼看着我，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。可我又何尝不是？我多么想直接告诉柳如烟，是他的宋嘉文害死了女儿。他的宋嘉文也不是他心目中的那样了。倘若他知道宋嘉文是那样的阴森黑暗，他又该怎么抉择呢？柳如烟把女孩护在怀里，警惕看向我。陆明之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伤害婉婉。他那担忧神色溢于言表，好像他口中的婉婉才是他亲女儿。我摆摆手，如实回答：我什么也没做，我只是来看看她。女孩也帮我说话，叔叔真的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就是来看看我。柳如烟松了口气，但宋嘉文依旧愤愤不平看着我，戒备道：你最好别动什么小心思，伤了婉婉，我和你拼命。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戏谑出口：柳如烟，如果这个孩子是宋嘉文亲生的呢？你还会这么宝贝他吗？柳如烟秀气的眉眼霎时间阴暗下来，隐忍克制道：我会视如己出，但是没有如果，因为嘉文说这孩子是他领养的。看看，这么拙劣的借口他都信。宋嘉文哪是什么好人啊？从柳如烟刚刚的反应来看，他对宋嘉文的爱也没有那么坚定啊。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柳如烟知道宋嘉文才是那个谎话连篇的人之后，会有什么反应？这些日子我徘徊在护士站，我才知道更改肾源对接病患是柳如烟提出的，因为只有他掌握了医院的内部消息，而他同样也一心一意想着宋嘉文。他对宋嘉文嘴里的没有结婚深信不疑，所以他迫切地想要讨好宋嘉文，甚至不惜以女儿的性命作为筹码和宋嘉文结婚。就这么好吗？我更为女儿感到不值，为什么让她成为二人的牺牲品了呢？当时怨恨和嫉妒席卷着我，我嫉妒他们可以岁月安好，嫉妒他们能家庭事业美满，而我的女儿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。凭什么？没想到变故来得这样快。那天他们三个去逛街，没想到碰到精神病。精神病一手拿刀威胁宋嘉文，很快柳如烟的脖颈处冒出血珠，而我视若无睹。若是放在从前，我早冲了上去，本来是想挟持那个小女孩的，没想到这个蠢女人冲了上来，还真是母女情深。一句母女情深让我恍惚，她还真是演的一出好戏，仿佛自己真是那女孩的妈妈。我看着柳如烟眼底闪过的紧张和狡黠，以及充满希望的期待。嘉文，你救我！喉咙被人遏制住，他咕哝不清地闭了闭眼。然而宋嘉文却是一眼都没放他身上，小心翼翼护着小女孩，旋即佯装无可奈何道：你先撑着，我不能让婉婉暴露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等我把她送回去再来找你。渐渐的，宋嘉文的背影隐匿进涌动不止的人群里，而小女孩走的时候笑容诡谲，甚至还略带挑衅地看了柳如烟一眼，满是嘲讽。忽然我意识到，我大概是从一开始就想错了。柳如烟被那眼神狠狠刺疼，但她当下的局势容不得她分神。这么看来，你是被放弃了，真没意思。果然是精神病，我叹了叹气，但至少让柳如烟看清那两个人的嘴脸了。听护士站的人说，那小女孩从 VIP 病房撤了出来，为此宋嘉文和柳如烟第一次起了争执，两人吵得热火朝天。而小女孩从开始的善解人意转而咄咄逼人。柳如烟听到那些从女孩嘴里吐出来的话，目瞪口呆。你个臭阿姨，
我才不让你当我妈妈。你照顾我是因为想和爸爸结婚，结婚了你们就会有自己的小孩了。我不要你们结婚。说罢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扑到宋嘉文身上，小声抽泣道：爸爸，你不要和这个臭阿姨结婚好吗？若是柳如烟在那一刻出去了，恐怕她就不会那么狼狈。那她好似在赌宋嘉文的决心和对他的爱。显然她高估了如烟。我对不起你。看完这场好戏，我如释重负，却不曾想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柳如烟。她不再光鲜亮丽，双眼红肿，看向我时失去了原来的力气，像是祈求。我不想看到她，转身要走，她却直接冲了过来，抓住我的领子质问：你是不是把女儿藏起来了？我拍掉她的手，淡然道：在你任由他抢走你女儿慎媛那天，他就死了。多么滑稽可笑的一件事！女儿死了，作为妈妈的却一直在自欺欺人，到现在质问起我来了。可如果不是他，女儿也能健康的蹦蹦跳跳的。他痛苦地捂住双眼，断断续续传来细碎的抽泣声。旋即，他狼狈不堪地蹲在大马路上，嚎啕大哭。他找我只是确定而已，毕竟他那样神通广大，只要他能出手，女儿的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。可他以前就是不知道，他心甘情愿待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，提防一切外来的伤害。我看看他离开的诀别，银行卡忽然进账50万，毋庸置疑，肯定是柳如烟发过来的。我盯着那一长串铃，毅然决然退了回去，附带了一句不稀罕。对方几乎是一瞬间打了个电话过来，看着熟悉的电话号码，我有些云里雾里。多少次没打通的电话号码，如今触手可得。还记得女儿黄疸的时候，女儿哇哇大哭，因为从一出生就是喝奶粉。医生指出女儿这是缺乏安全感，要让柳如烟陪陪。我只记得34个电话，一个都没打通。是从什么时候死心的？太多太多的瞬间让我恍惚。这个就算是我给女儿的赔偿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自己很失败。我打断他：赔偿？你是说用50万买走女儿7年的陪伴？柳如烟，你的陪伴也太不值钱了吧！对面呜咽起来，哭泣声从细细碎碎转而声泪俱下，但我无动于衷。他的低头委曲求全，不能成为我原谅他的理由。你不用装模作样，我们离婚吧，给各自留个面子，不要太难看。末了，我添了一句：女儿跟我。可我不想仅仅是这样，我要揭穿他们所有人的真面目。去民政局那天，艳阳高照，两人各怀鬼胎。柳如烟想着如何留下我，留下女儿，而我却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报复宋嘉文，还有他。从民政局出来后，我佯装漫不经心道：你说好好的金融天才，怎么好生生去当医生了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他那女儿和他很像？看似无关紧要的一番话，却让柳如烟恍然大悟。抛去对宋嘉文的滤镜后，他才发觉，从始至终，宋嘉文对他可能都是利用。他是那样骄傲自大随性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甘愿被人利用呢？就算是宋嘉文也不行，他就是这样自私，而我也将利用他的自私，展开对他们的报复。那女孩还没出院，听说后期疗养费用很高，但宋嘉文手里的存款绰绰有余。且不说柳如烟给他的那些，就那些项目的提成，折算下来都是180万。那些明明应该是我留给女儿的，却被他鸠占鹊巢。以前是我有顾忌，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能阻挡我呢？但没等我出手，柳如烟就出手了。她先是除了宋嘉文的职，又找了各种理由将项目的提成转出，全部划分到我的名下。那天下午，
我买到了心心念念的墓地。我看着女儿的墓碑，强颜欢笑道：“宝贝，你等着，爸爸这就去给那些坏人绳之以法。”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宋嘉文忍无可忍，他再次低头妥协。如烟，你最近怎么把那些项目的提成都要走了？明明是你答应了给我的呀！他满心满眼都是利益，这次被柳如烟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忽然感慨自己愚蠢至极，怎么这么明晃晃的暗示都没看出来？不想给了呗，这项目又不是你在做，给到陆之明是理所应当。宋嘉文张口结舌，思忖再三斟酌道：“可是婉婉他后期的费用不容小觑，你这样等于是毁了他呀。”不得不说，宋嘉文有时候真是太蠢了。他凭什么认为柳如烟会为了他放弃所有？柳如烟才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，又不是我女儿，你和我说有什么用？去找他妈呀！一句话，现场噤声，哑口无言。宋嘉文眼神晦暗不明，似乎在思考如何应答。但柳如烟抢先一步：“我真是傻，放着自己的女儿不关心，来这里关心别人的女儿。”虽然柳如烟对女儿一直都是爱答不理的状态，但是女儿却不是。无论大节小节，女儿都会给柳如烟备好礼物。在柳父对柳如烟斥责的时候，女儿也会给柳如烟辩解。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柳如烟的鄙夷嫌恶，是溢于言表的恶意。他那时好像把女儿当作假想敌，怒不可遏，当着众人的面骂她：“都是女人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聊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就是想在我爸面前给你爸刷好感吗？你和你爸一样恶心。”那些话如烙印，将女儿钉在耻辱钉上。也是从那时开始，女儿开始沉默。她的后悔来得太晚，晚到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微乎其微。柳如烟最近真的很烦，30天的冷静期，她几乎是日日赖在我的出租屋，甚至有一天在我出去的时候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回去。再次回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切都刺疼着我。房间的布局完全改变，和从前天差地别。纵使我对柳如烟已经没什么期待，可当我看到时，还是会觉得落差心酸。房子是我们拼搏了3年才买付上的首付，后面的岳父更是折磨人。他爸不满意我，在我们结婚那天直接切断了经济支柱，而我刚毕业，手里分文没有。就是那样的我们，整天还是乐呵呵的，白天跑外卖，晚上做电商，不亦乐乎。有时熬夜不小心睡着，醒的时候已经在床上了。那时候对他多愧疚，我都快要忘记。柳如烟那时候温柔地躲在我怀里，看着漏雨不止的天花板，温情道：“只要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到时候我再给你生个孩子，我和宝宝一起爱你。”房子的设计装修是我熬夜了半个月才设计出来的，可女儿没了，曾经的一切都转为泡影。她意识到我的落寞变化，有些慌张道：“是她说觉得装修的太昏暗，逼着我换了个风格。”直到现在，她都在怪宋嘉文。但真的是宋嘉文的错吗？我脸眸又抬眸，霎时间情绪被我掩藏起来。他错愕不止，却欲言又止。柳如烟也很意外吧？毕竟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总是调侃我是小哭包，而现在我已经变得冷静自持了。对不起，他道歉。我摇摇头，最后看了看这栋房子，又看了看他打包回来的那一堆东西，慢条斯理退了出去。柳如烟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装模作样也得做得像一些，他的东西还在那里放着呢。我声音是他没见识过的疏离冷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住他住过的房子，我觉得恶心。
被他碰过的你，我也觉得恶心。这次是我摔门而出，多少次的委屈在这一次形成闭环。柳如烟，你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好了吗？可是未免也太迟了。柳如烟把一切都怪罪到宋嘉文身上，于是他找到宋嘉文，假意冰释前嫌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在2楼等着了，毕竟这么好的一出戏，我可不能错过。一进门，那女孩就对柳如烟恶意满满，全然没有以前善解人意的模样。可柳如烟一改从前，温声细语引导道：“嘉文，最近怎么样？婉婉没有排异反应吧？”宋嘉文哪会知道，曾经全心全意对他的柳如烟会戒备他。就算之前他们大闹一场，他也只会觉得是柳如烟吃醋了。他就是这么自大且自信的人。他摆摆手，温情看了女孩一眼，若有所思道：“没什么反应。”忽然他哽咽起来，可眉眼之中并没有半分内疚的意思。“对不起，嫣嫣，我不知道你女儿也在等这个配型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把这个配型让给你女儿的。”我不动声色捏紧拳头，他哪是不知道，他是带着目的进的医院，是深谋远虑。柳如烟眼角泛红，无奈摇摇手道：“这也是他的命啊，那配型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你当医生的那1个月来了。”词句之中满是嘲讽，但宋嘉文并没听出来。他今天过来，为的就是从柳如烟这里骗一笔钱，好带着他的妻女再次双宿双飞。没错，他有妻子，还活着。一个做多了坏事的人，总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得到报应。宋嘉文就是这样的人。嫣嫣，我对不起你。他继续道歉，声泪俱下，仿佛伤心到极致。猝不及防的，他抬头看向柳如烟，道：“昨天我给婉婉做了很久的功课，她知道了自己的错误，也怪她妈妈死得早，孩子一直没感受到母爱，以为你过来是来破坏她家庭的，所以才激动了些。”我不禁笑出声，这借口未免太拙劣了些，怎么一等手术成功就敏感了呢？之前呢？所以嫣嫣，我们可以去领证了。柳如烟点点头，心无波澜。宋嘉文愈来愈激动，甚至还上手了。他捏住柳如烟的下巴，深情款款道：“等你把公司交接给我，你就负责在家里貌美如花，我来赚钱养家。”听到这话，我都感动了。这不是柳如烟的梦寐以求吗？怎么现在笑不出来了呢？忽然，咖啡厅安静下来，我漫不经心朝门口看去，刚刚还气定神闲的两人现在慌张起来，唯独柳如烟微蹙着眉看着那人。我勾了勾唇，没急着下去。那女人一个跨步冲了进来，狠狠甩了宋嘉文一巴掌，脸色苍白，像常年没晒过阳光。宋嘉文没躲开，而是结结实实受了这一巴掌。你还敢找小三？小三一词瞬间让咖啡厅炸开了锅，议论纷纷。穿得人模狗样的，原来还是个小三。哎，这不都是大人不做人，到时候受苦的还是小孩。我看那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估计是奔着这女人的钱去的。彼时，婉婉扑到女人身上，撒娇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好久没有见过你了。”女人很显然神经不正常，但是被这一声妈妈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她摸摸女孩的脸，试探性问道：“我是你的妈妈？”女孩狠狠点点头，恳切道：“是啊，你是我妈妈。爸爸说你病了，我也病了，所以我们才回国了。后面是这个臭阿姨一直缠着爸爸，爸爸说让我和阿姨好好相处，因为只有那样我才能康复。”柳如烟瞪大双眼，被这一遭变故整得有些恍惚不安，因为那女人太像了，和宋嘉文的初恋太像了。“你是许安安？”
或许是名字唤醒了那女人，她浑浊的眸子咕噜噜转了一圈，淡淡看向柳如烟：“你认识我？”猝然，她瞪大双眼，张口结舌道：“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爸妈。”他飞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，插进柳如烟胸口，拔出来，插进来，反复几次，但终究是见不到阳光，身体羸弱。这时柳如烟居然还能挣扎说话，她虚弱地抬了抬手，却看到在楼上看戏的我。霎时间，她瞳孔睁大，可再没有睁眼的力气。宋嘉文把女人护在怀里，小声安慰道：“安安，没有事了，把刀给我好吗？”可丝毫作用没有，反倒让女人更加激动。如果不是你一直当中央空调，让柳如烟对我产生记恨，我爸妈又怎么会死？都是你！说罢，刀再次见血，女孩失声尖叫，昏迷过去。宋嘉文忽略身上的疼痛，倔强地把女人抱在怀里，任由刀深入她的身体。他恨吗？不恨，毕竟没有柳如烟，他连大学都上不了。可他不能不恨，如果不是柳如烟，许安安的爸妈不会出事，他们会快快乐乐在国外待一辈子。但这就是他的报应。警笛轻响，先进来的警员差点吐出来，现场鲜血淋漓，桌面、墙壁、天花板、玻璃，处处都是血。在血的中央，一个男人抱着一个神经病，男人已经断气，唯独神经病醒着，他在哭：“爸妈，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。”仰头大笑之间，他和楼上的我四目相对，相视一笑：“是，他是我找来的。如果不是宋嘉文筹划今天就出国，想从精神病院把他带出来还是有点麻烦的。终于大仇得报，可我开心不起来。我的女儿她再也醒不来了。”我怔怔看着桌上的草莓蛋糕，欲泪先流。有心细的警员注意到了我，于是我被请到了警察局，但他们没有实际的证据，也就拿我没有办法。最后交代了2句，让我离开。临走前，我看到静静坐在长椅上的女孩，眼神是那样冷漠空白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我轻声问了句。她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眼里终于袒露出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天真稚嫩，小声说道：“叔叔，我妈妈她会死吗？”我摇摇头，语气轻松道：“大概不会吧，不过会被关进精神病院里，毕竟她杀了人。”女孩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外面下起了雨，大雨滂沱，我心里的思念却越发的深。我淋着雨一路向前，直到走到一个门面前，我毫不犹豫打开，走了进去。女儿坐在床上对着我笑，甜甜道：“爸爸你来了吗？”我点头，眼里缱绻着泪意，狠狠抱住女儿。许安安是脚，我叫许安安。从高中时，宋嘉文就说娶我，但他家里很穷，爸爸几次3番和我谈心，说不想让我嫁过去吃苦，可以让宋嘉文倒插门。宋嘉文没同意，我很苦恼，但很快释然，不接受也是正常的。我想着我们一起努力，去一个学校，好好赚钱，但一切都被一个叫柳如烟的打破了。宋嘉文不再和我一起上下学，也不再辅导我功课，他渐渐地疏离我。我找到他，他也只是说再等等，安安，熬完高中，我们以后都不用愁了。后面我才知道，宋嘉文在骗柳如烟的钱。我不希望宋嘉文变成这样，于是我告诉了那个女孩，却没想到女孩恼羞成怒，肇事撞死了我爸妈。哭到昏厥后，我忘记很多事，同时被宋嘉文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女儿得病了，我们入不敷出。有天晚上，宋嘉文心事重重找到我，说我们得回国，要不然我在外面上班照顾不了你们俩。我同意了，因为我觉得宋嘉文在哪哪就是家。直到
那天我记得他，宋嘉文逛了，可他这次没护着我，而是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不知在精神病院待了多久，我再次被带回他家。他安慰我道：“女儿病治好了，今晚我们就出国，到时候一切都会变好。”夜晚，有个男人找到我，说有机会让我报仇，我杀了他们2个。女儿吓傻了，不过这样挺好的，我可以不做女儿的妈妈，但我永远是爸妈的女儿。对不起，婉婉，或许是妈妈太自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